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依旧拼命挣扎，寻找着我们留在内心舍不得的人和回忆。小子，加油，小姐！哇，这么多烟！哇！哦。好，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助跳老师，谢谢。这个好深奥啊！好，有请现场有投票权的96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请你把手中的黄色毛巾扔向舞台。3、2、1，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哇，一个关于时间主题的现当代舞，韩庚队长。我觉得要比我昨天看到的那种情况要好太多了，在舞台上呈现真的挺好的，因为确实他们在这个编排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包括我跟肖杰还有石头，昨天我们也聊了很多，有很多东西要去改变，因为大家对石头和肖杰太固化了，其实这个环节就是希望让所有的舞者能跳出舒适圈，让他们有一些突破，看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是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哦，不容易啊，杰哥、石头，2位大欧鸡，一博队长。对，我也觉得这个音乐、主题啊，然后舞蹈的融合都挺难的，但是最后完成下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对这个舞台看的。我有很多思考，我觉得人是个非常有趣的动物，喜欢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喜欢想象，
也是因为这些想象构架成了我们自己的艺术，所以我喜欢这样的表达。好，我是觉得一个表演很重要的一点是节奏。哎，因为我是古典音乐开始的，所以其实我也有这种问题是，古典音乐本来就很长，然后我一直要把它简短，因为我们这里只能给比如说2分钟、3分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怎么把那么好的那个舞蹈全部放在这3分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点你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就很喜欢这个作品。谢谢海瑞队长。那个谢欣老师，正好现在这个机会，你也可以吐槽他们俩。第一天我接到了肖姐给我打来的那个微信，然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整个人就，她说谢老师，现代舞里面有没有那种搞笑的？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说我这个就是剧场，然后又是就是对舞蹈其实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一心队长应该知道，就是比较严肃的对待它。非常认真的老师，非常认真。所以他就让我整个垮他，然后我们吃火锅聊天，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找到了彼此之间的默契，是吧，小姐老师？是的，非常的妥协了，哎。就是以往我跳过的那些现代舞节目呈现，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直接一点，哎，就是认识了谢欣老师以后，就那个思想的转变也开始跟着转变，就说这个。时间，就我想的时间可能就是秒针、分针哈，可能石头比较适合慢，我可能比较适合快。我们做的踏踏踏踏踏，哎，就有点肤浅。然后欣姐说了，就是说一定要去想一个，就是时间里面有一个让我想象，就是可以触碰，但又触碰不到，就我每天在想，我又可以触碰，但是又触碰不到。哦，有感觉了，有感觉了，有感觉了。总决赛的舞台就是这样。我就这样想的，就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很有想象的空间，就可以每一个人对概念不一样，然后来跳这个起舞。对，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那谢欣老师跟2位OG 合作完之后，有什么感触吗？就我本来就是一个超级街舞爱好者，然后就是很喜欢 pop。谢欣老师很喜欢 popping。对，然后就是有一次机会可以跟我身边的2位大 OG 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不光跳了现代舞，还跟他们学了很多，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在舞台上bang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爽啊！然后我们就想互赠年卡。互赠年卡。对，我也想学现代舞。对，互赠年卡。对对对。哎，我比较好奇，3位都有舞蹈工作室年卡，可以送我1张吗？哎，完全没问题。哎，反正送我1张，我谁来上都行是吧？没，问一下，这没问题，终身。好，谢谢。哎，我都没有，你先给他们了是吧？对，这个作品特别好，不仅我们引发了这个舞蹈和音乐之间的讨论，同时也引发了年卡的大互赠啊！好，谢谢谢欣老师，谢谢肖杰和石头带来这个作品，谢谢。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核心舞系战队黄潇、乔治，与他们合作的是上海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歌舞团荣点首席朱洁静。朱洁静，朱姐姐。当抽到她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认识她这么多年，还没有和她一起合作过。哎呀，好久不见，吴姐。虽然我和乔老师有经常搭过，但是我们3个人搭在一起的时候，3个人的质感就完全是3个个体独立的个体了。我们要想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3人舞的关系给捋清楚，我们想了非常多的主题。对，我们就是想主题就想了3天。最后有了一种感觉，我说为什么我们不拿出好像在我们记忆里很深刻的，但好像又很模糊的这一段《霸王别姬》的故事？刘邦、项羽、虞姬，哎，好像就是我们这3个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
真正好的一支融合的作品，我觉得观众会忘记融合这件事情，他也会忘记这3位舞者的身份，他只会相信哇，刘邦、项羽、虞姬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角色本身。好，来，一星队长，十面埋伏，征楚汉；四面楚歌，虞姬叹；项羽求权益，刘邦求江山。英雄谁属？看官请看。这个炸，一身鸡皮疙瘩。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哎，厉害了！请现场有投票权的96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就把你手中的红色毛巾扔向舞台；不喜欢可以不投，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一星队长，首先第一个，我非常欣赏这个作品，在一个作品里面把
楚汉时期楚汉相争的所有故事基本交代清楚了。不知道大家最后看没看到，最后他们抹掉自己头上的印记，代表他们要退出那个时代的舞台。而最后椅子倒了以后，最后坐上位置的是刘邦，对吧？所以萧演的是由刘邦。我特别喜欢用这样的手法去用街舞或者是用舞蹈的形式去讲述一些跟我们不管是我们的传说也好，还是我们真正的中国历史也好，能相关的故事，我非常欣赏这样的融合跟创新。respect， 真的太棒了。谢谢。好，这是从概念上来说。来，我说几个问题啊。来，问题也有啊。问题在于啊，这个。乔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啊！为什么说乔治要注意身体呢？因为他抱朱老师的时候呢，显得稍微有点吃力了。乔治是不是应该受伤了吧？他对，这个身体啥的，习武之人在所难免，无所谓。的确，今天这个可能有点太多了吧，托举对，因为这个最近这2天身体状态的确不太好，对，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行吧，朱姐。总体来说很好，很好。乔老师，其实他昨天是都不能动的，就是他完全翻身都不能翻的。就是因为我们前一天排了很久，对，然后乔老师的腰又是一个老伤，很容易复发的，可能一些不注意就会导致这个旧伤复发。乔老师的压力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大，因为伤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能感同身受，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多痛。最后他选择了去完成这支作品，也是一个很男人的表现。所以这也很符合霸王这个角色啊，就是要承受很多东西啊。Harry，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3位老师，我再一次感受到每一位老师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个舞种的很深度的高手，然后他们把这3个舞种最好的东西都融合在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融合。谢谢。3位都是高手，这一定是高手，这也太厉害了，高手，高手中的高手，每一次都是抽的对面的肯定是朱老师啊，应该是吧？就没赢过。现代舞，态度大师战队的马小龙、牧童对阵无暇联盟的 Gumball 陈建言，让我们恭喜无暇联盟。有缘分，所以是高手中的高手，厉害，棒，每年都会有期待，哎，朱姐跟他们融合，感觉有难度吗？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到这届的舞台，说实话，跟前2次完全不一样，遇到了很多样的问题，但是最后为什么最终我们把这个题材选择聚焦在《霸王别姬》这个故事，是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跳了20多年的职业舞者，也许除了展示，除了去美以外，是否还有一些责任，把属于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的传统的故事，通过这样一个流行的舞台，去传播给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去知道中国的故事。是，太棒了。反正困难，我觉得过程什么样，我们自己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乔治老师说的，什么更好，我觉得舞台永远是遗憾的。正因为它是现场的遗憾，所以我们永远在为了弥补遗憾，去成为下一个更好的舞台去努力。所以这个过程挺过瘾的，这也是舞者的意义吧，就是追逐永恒的完美。周老师，好的，所以呢，还是要感谢乔治、黄潇，感谢朱姐来到这舞台，留下这么有文化传播意义的作品，谢谢。厉害。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请态度大师战队的老师们回到舞台。
好，那么这2支作品，诸位评审们的选择是怎样的呢？分数是63票比82票，让我们恭喜核心武器战队乔治、黄潇。黄潇、乔治、朱洁静老师3位其实都是大神级别的老师，他们在编排上，我觉得层次也是非常非常的分明。还有就是他们在舞台上的3维空间啊，掌握的也非常好，深度也非常的有，让我看到《霸王别姬》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黄潇、乔治、朱洁静这支《霸王别姬》里面有戏曲的元素。然后又舞者之间不同的融合，对身体的控制度的要求相当之高。肖杰他们这一组，我们都知道谢欣是个个人风格非常强的舞者，那么你跟他合作会被他带入到谢欣的节奏，带入到谢欣的个人风格里面。虽然从技术角度上面，从意境方面都是非常独特，同时完成度很高的一部作品，但是问题就是出在他太谢欣了。那肖杰、石头要进行待定，请张艺兴队长为你的队员挂上战队毛巾。我没有吗？我没有。来算了。艺兴队长，请送回你2位队员总决赛的寄语。我希望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所擅长的舞种，去创造更多、更加不一样和更多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舞台。好，总决赛见，谢谢。我终于进总决赛了，你知道吗？这是我去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我今年终于有机会去完成了，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够享受这个舞台就够了。你俩偷偷交流什么呢？看天猫双11预售直播呀，上面有超多超品，再不抢就没货。开始了吗？今年天猫双11活动预售已经开始啦！大牌正品玩真的，真品真底价，潮流新品尽在天猫。哇，这件衣服我已经被种草很久了，哇！而且今年满减力度这么大。来天猫潮品直播间抢这件潮服，一件店接5同款了。哇，这个上链接了，快抢！哎，我得先开工了，这件衣服啊，帮我抢一下啊！好，拜托了，黄潇。好的，好。接下来是民族舞和街舞的融合单元，对阵的双方是泰州大叔战队和核心武器战队。首先出战的是泰州大叔战队马小龙和阿 K 桑，跟他们合作的是国家1级演员、浙江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刘福阳。这是你第1次挑战民族舞？第1次。我的人生第1次，我跟阿 K 桑一个比较文质彬彬，一个比较老顽童。后来我是觉得朝鲜舞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较适合，结果是民族舞里面最难的。但这个作品恰好他们融合的真的是很好，很完美，里边有很多一些丰富的一些东西在里边。我觉得如果要大家能看到的话，可以细细慢慢的去品这个作品。来吧，韩庚队长。好，这一次呢是朝鲜族和街舞的融合，不同的文化的碰撞，会给大家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山高云淡，2只仙鹤和一位老人的传说，仙鹤报恩。
谢谢。谢谢马师，谢谢阿 K 桑，谢谢刘福阳。请现场有投票权的90多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就请扔出你手中的黄色毛巾。3、2、1，请投票。工作人员上台计票，谢谢。哇，仙鹤报恩登队，厉害！真的，我抽到刘福阳的时候，我是特别开心的。是，对，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学校。哦，对，一起在学校里一起上过课，所以我对刘福阳的信心非常的大。但是没想到马小龙选一个民族舞最难的一个民族，是朝鲜舞。对，给阿 K 桑难到了，因为朝鲜族真的是完全是用呼吸来去带着你的肢体来去跳，其实是很难，跟街舞的气息是反的。所以就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训练，就每次阿 K 桑说要换一个动作要换，我说很简单但是真的这一次舞台完成特别的好，很棒。看完之后，感觉这个故事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然后老人，可能救了2只被捆了脚的仙鹤。然后仙鹤又报恩，给了他一个就是能看清世界的这个眼睛。感觉。好的。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作品，包括一开始马小龙老师跟刘老师，用这种拟声的手法来表演了这个仙鹤，哎呀，这个还确实还蛮入戏的。